福州，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静静伫立在岷江之畔。它是一座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既有西湖公园的诗情画意，也有三坊七巷的烟火人间；既有鼓山涌泉寺的禅意风雅，也有上下杭的商贾繁华。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诉说着悠久的历史，每一座建筑都展现着独特的魅力。从古老的石头厝到现代的商业街区，从静谧的古寺到热闹的水镇，福州以其独特的人文气息和自然风光吸引着四方宾客。漫步蓉城，细品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感受它在新时代焕发出的勃勃生机。这里是爱旅游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如果你有想看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今天爱旅游为您盘点福州必去的10大景点，让您在规划旅行时有更明确的方向。1、西湖公园。福州西湖公园作为福建园林明珠，有着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福州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典园林。这座被列入全国36个西湖前茅的公园，占地面积42.51公顷，其独特的园林布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其成为老年朋友休闲游览的理想去处。园内3座小岛通过柳堤桥、步云桥、玉带桥、飞虹桥巧妙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游览区域。建筑设计充分考虑福州的气候特点，立柱纤细挺拔，屋顶轻薄通透，让人感受到江南园林的精致与典雅。沿岸的临水建筑错落有致，与翠绿的植被相映成趣。园内的观景长廊时断时续，掩映在茂密的树林中，漫步其间，一面是开阔的湖面，一面是葱郁的林木，形成了独特的小中见大的园林意境。绿化植物以本土树种为主，结合假山瀑布的设计，营造出高低错落的层次感，让整个园区显得生机盎然。仙桥柳色是公园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春季，迎春花绽放出灿烂的黄色，桃花羞涩绽放，与垂柳共同编织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远眺犹如湖中锦带，吸引众多游人驻足拍照。夏日时节，这里绿荫如盖，清风徐来，是避暑纳凉的绝佳去处。每当柳絮纷飞扑人面时，恰如王安石所赞杨花独得春风意，别有一番情趣。即便是寒冷的冬天，这里的柳树依然苍翠，呈现出绿掌连云翠浮空，垂杨影断岸西东的动人景象。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开化寺，历经多次重修，是公园内最古老的建筑。现存建筑为清康熙44年重建，中为正殿，后为禅堂，两翼为钟鼓楼，左为客寮，右为方丈室，布局严谨，庄重典雅。寺内曾有数十株著名的荔枝树，相传是王氏之女18娘亲手栽种，故有18娘之称。这些荔枝果肉细嫩，清香甜美，与福州西禅寺的荔枝齐名。虽然现今已不复存在，但这段历史为古寺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晚在堂位于开化峪东部，始建于明正德年间，最早是诗人傅汝州营建的文人雅集之所。这里三面环水，视野开阔，是观赏西湖景色的最佳位置。清代时期，这里曾设立诗刊，成为福州诗坛同人吟诗聚会的重要场所。在此小憩，品茗赏景，让人感受到古代文人的闲适与雅致。更衣亭的传说则为园内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据传，这里曾是5代闽王王延君与王后游湖时驻足之处。古蝶斜阳是西湖8景之一，在黄昏时分，夕阳映照在古老的城墙上，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意境。建湖木鱼景区占地1.25公顷，由李池涧玉瀑布、建湖亭、知鱼桥等景点组成，体现了中国园林的精巧布局。
在湖山胜处门方两旁的对联“何须踏雪孤山，时有客来载酒”。正好乘凉6月，那无人在题诗，流露出闲适的生活情趣。河亭位于大孟山路，三面临湖，是欣赏荷花、品茗纳凉的好去处。2023年开通的西湖白马河东西河航线，让游客能够更全面地领略西湖风光。这条水上航线把湖泊与河流连接起来，为喜欢轻松游览的老年朋友提供了新的选择。近年来，公园还在不断扩建完善，增设了环湖步行道、观湖长廊、亲水广场、健身广场等设施，充分考虑到了老年游客的需求。建议选择春秋2季前来游览，天气宜人，既能欣赏到姹紫嫣红的花卉，又不会感到太热或太冷。整个公园处处体现着诗情画意的园林特色，是一个适合老年朋友细细品味、休闲养生的好去处。2. 西禅寺。西禅寺原名长庆寺，坐落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宜山山路，始建于唐代，是福州5大禅寺之一。寺院占地6万多平方米，因位于福州西郊而得名西禅寺，是展现福州佛教文化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这座千年古刹的建筑布局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古代寺院格局。山门坐西向东，主中轴线由南向北，依次是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两侧分布着斋堂、念佛堂、崇德堂、禅堂、明远阁、放生池等建筑，布局庄重典雅，气势恢宏。大雄宝殿是西禅寺的核心建筑，面阔其间，进深9柱，采用抬梁式与穿斗式混合木架构，建造精巧。殿内正中供奉3尊巨佛，佛座由精美的石雕莲花装饰，两侧列有18罗汉。殿内平墙绘有大型壁画，殿外设有铁塔长灯。殿柱上镌刻着宝刹镇移山，溯当年出辟经真，七景全圆通斗极，法轮转盈海，惜此日重装龙象。上方中梵音嘉陵的楹联，展现了寺院的历史变迁。玉佛楼是西禅寺的特色建筑，内藏2尊由华侨捐献的缅甸大玉佛。楼下是高 2.3 米的释迦牟尼坐像，楼上是长4米、重10吨的释迦牟尼卧像，是全国最大的玉佛之一。寺内新建的报恩塔高67米，15层，为国内最高的石塔，塔内设8厅，外造9廊，采用8角飞檐的古建风格，气势磅礴。藏经楼珍藏着众多珍贵典籍和文物，其中包括雪庵禅师朱底金字百寿瓶、清康熙御笔的《药师经》，以及用鲜血书写的《法华经》《楞严经》等。这些典籍不仅是重要的佛教文物，也是研究古代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料。寺内古迹众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咸通年间的古井延圣大师塔内真身迹、碑刻和慧能法师木塔。最富特色的是2株宋代荔枝树，其中一株胸径达 2.5 米，是目前国内已知胸径最大的荔枝树。虽然树干已朽，但枝叶繁茂，1997年后还能开花结果，被誉为宋荔古玉。作为重要的佛教圣地，西禅寺在东南亚地区影响深远。新加坡双林寺、马来西亚槟城双庆寺、越南南普陀寺等多座寺院都是西禅寺的下院，至今仍由西禅寺派僧常驻管理。每年都有众多海外高僧和信徒前来参访，使西禅寺成为福州与东南亚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西禅寺的历史文化价值得到了充分认可。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开放寺庙，次年又被定为全国汉族重点寺院。这些荣誉为西禅寺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如今的西禅寺
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也是一座展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它不仅保存了众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更延续着千年不断的佛教文化传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信徒前来参访，见证着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到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欣赏独特的寺院建筑，追寻历史的足迹。每一座建筑，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西禅寺的悠久历史，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三坊七巷。三坊七巷，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和明清建筑博物馆的历史文化街区，是福州最瑰丽的文化瑰宝。这片总占地40公顷的古老街区，自晋朝发轫，唐5代成型，两宋完善，直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见证了福州千年的沧桑变迁。街区格局沿袭古老的李方制度，以南后街为中轴线，形成独特的三坊七巷布局。西侧的三坊分别是衣锦坊、文如坊和光禄坊，东侧的7条巷包括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公巷和吉壁巷。这种坊中有巷、巷巷相通的棋盘状格局，千年来一直保持完好，展现了古代城市规划的智慧。漫步街区，270座保存完好的古民居，让人仿佛穿越时空。这些建筑中，159处被列为保护建筑，29处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以沈葆桢故居、林觉民、冰心故居、严复故居为代表的15处典型建筑，更是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一处都诉说着动人的历史故事。三坊七巷堪称是闽都名人聚居地，这里曾走出了150位进士、300多位举人，以及300多位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林则徐、沈葆桢、严复、陈宝琛、林觉民等名人都曾在此留下足迹，因此有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的美誉。这些名人故居不仅保存了精美的建筑，更珍藏着许多感人的历史故事。近年来，三坊七巷在保护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发展。2019年启动的智慧街区建设，通过 5G、VR、AR 等现代科技手段，推出云游方向系列旅游产品，让游客能以全新的方式体验古街区的魅力。2022年的福建民俗博物馆民俗中的非遗系列活动，以及有福之州千灯祈福会等文化活动的举办，让这片古老的街区焕发出新的生机。三坊七巷所在的福州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9.7 摄氏度，四季分明。春夏两季雨量充沛，秋冬季节干燥宜人。建议游客春秋两季前来游览，此时气温适中，最适合漫步古街，细细品味这座千年古街区的历史风韵。2015年，三坊七巷成功跻身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成为福州市首个获此殊荣的景区。这不仅是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肯定，更体现了其完善的旅游服务水平。游客在此不仅能欣赏到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更能通过各种文化活动深入了解福州的历史文化。2023年开展的同根同源中华情海峡两岸好文章青少年文学采风活动，让两岸青少年共同见证了福州在古建筑保护和活化利用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些活动不仅传承了传统文化，更架起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走进三坊七巷，游客既能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又能体验到现代科技带来的互动乐趣。建议游客在游览时细细品味每一座古建筑，聆听每一个历史故事，感受这座千年古街区独特的人文魅力。这里不仅是一座活的博物馆，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值得每一位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游客前来探访。4. 上下杭。上下杭文化休闲旅游景区
位于福州市台江区，紧邻岷江北岸，是闽商发祥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素有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之美称。这片占地31.73公顷的历史街区，以龙平路为中轴，串联上杭街、下杭街、三结合、中平路和龙陵顶等区域，形成了夜月娱乐区、百业体验区、艺术商务区、国际风尚区4大业态区域。这片区域的历史可追溯到北宋以前，当时还是岷江前沿水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航运节点。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这里航运发达，甚至能看到来自印度的商船。随着泥沙堆积形成沙洲，这里逐渐发展成为岷江重要的停泊码头。因船只在此向上航行或向下航行，而航与航发音相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上航和下航的地名。古田会馆作为街区内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建于1915年，占地690平方米，是一座集停宿、储运、交际功能于一体的建筑。会馆内分东西两落，以20根方圆石柱布局，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特别是3个藻井雕饰物，精雕细刻，在福州独一无二。经过2006年的全面修复，会馆重现昔日风采，成为研究福建近现代建筑的珍贵实物。永德会馆则展现了独特的中西合力建筑风格。始建于清雍正年间，占地1224平方米的永德会馆是一座3层建筑，前2层以西式建筑元素为主，第3层保留了清代传统建筑风格，形成了罕见的建筑艺术效果。大门门额上的永德会馆鎏金牌匾，至今仍然清晰可见。建宁会馆占地2000平方米，依山势而建。园中8角形文昌阁是其精华所在。这座直径5米的双层建筑，飞檐翘角，重檐歇山顶，其木构件的雕刻风格粗犷豪放，完美展现了明清建筑特色。同样占地2000平方米的南郡会馆，则以精美的青石雕刻著称，其中的石雕龙柱出自惠安名匠之手，堪称建筑艺术的典范。闽清会馆虽占地较小，但建筑风格古朴典雅，由著名华侨黄乃长主持修建，其高3.75米的青石龙柱雕刻精美，至今仍完好保存。高氏文昌阁是一座8角形双层木构建筑，其粗犷的造型和豪放的雕刻，完美诠释了明清时期的建筑艺术。近年来，上下杭街区在保护传统的同时积极创新发展。2023年举办的商通四海、福传台江新春非遗7年文化季和茶喝天下共享非遗主题活动，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街区的保护修复工作始于2012年，遵循修旧还旧，保持总体街区格局、风貌、肌理不变的原则，采取湘雅式、渐进式、微循环的方式进行，既保护了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又赋予了新的功能。这些努力得到了充分肯定。2014年，上下杭被认定为福建省首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2021年成为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2023年成功入选全国优秀文化遗产旅游案例，并晋升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如今的上下杭已成为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休闲旅游目的地。游客可以在此漫步古街，参观各具特色的会馆建筑，感受闽商文化的魅力，体验非遗活动带来的文化韵味，领略这座活着的商业博物馆独特的人文气息。这里不仅是见证闽商辉煌的历史印记，更是展现福州城市活力的文化名片。5. 鼓山涌泉寺。涌泉寺建于唐代建中4年783年，位于海拔455米的鼓山山腰，占地约 1.7公顷。因其独特的建筑布局，有进山不见寺，进寺不见山的奇特景观。寺院前有香炉峰，后倚白云峰，
是全国重点寺庙之一，享有闽沙之冠的美誉。寺院的创建颇具传奇色彩。据传，该地原有一深潭，内有毒龙危害居民。唐建中4年，郡从事裴胄请灵巧法师前来除害。法师在坛畔诵念华严经后，毒龙离去。民众感念法师功德，便在坛址建寺，迎请法师住持，并获得朝廷敕赐华严匾额，故出名华严寺。寺院在历史长河中几经更名，唐武宗灭佛时期，华严寺被毁。908年，闽王王审知修建新寺，改名国师馆。915年，又改称鼓山白云峰涌泉禅院。至宋朝时，宋真宗赐额涌泉禅院。一因407年，最终定名为涌泉寺。1699年，康熙皇帝还特赐泥金涌泉寺匾额，至今仍高悬于天王殿门上，见证着寺院的历史变迁。涌泉寺在明代曾2度毁于火灾。明永乐6年，因408年，即嘉靖21年1542年的大火后，于明崇祯7年1634年重建。经过清代数次修缮，直至1983年的重修，基本保持了明朝嘉靖年间的建筑布局，成为研究明清建筑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整个寺院由25座大小殿堂组成，主要建筑包括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方丈室、祖堂、藏经阁、禅堂、念佛堂、库房、课堂、斋堂等。此外还建有钟楼、鼓楼、学戒堂、法界学院、冬季楼、明月楼、放生池、回龙阁、岁寒楼等配套设施。建筑群以大雄宝殿为中心，沿山坡地形层层上升，布局错落有致，充分展现了古代匠人的智慧。进入寺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2座巍峨的千佛塔塔。大雄宝殿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巨柱耸立，飞檐凌空，气势恢宏。殿内供奉着别具一格的释迦牟尼30佛，不同于常见的梵服装扮，而是身着汉装。两旁的18罗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殿后有重约 1.15 吨的3圣像，其前方的桑丝木长桌更是经历多次火劫却完好如初，被视为镇寺之宝。大雄宝殿和圆通宝殿的天花板上绘制着精美的彩绘。大雄宝殿的天花板于清光绪13年1882年绘制，包含129块龙图案、86块丹顶鹤图案，以及27块麒麟、白马、象、猿等图案。圆通宝殿则有75幅生动的故事彩绘。此外，殿内还珍藏着明版锦装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及众多明清时期的佛像、花瓶等珍贵文物。寺内的铜钟尤为著名，钟楼上悬挂着一口铸造于清康熙35年1696年的巨钟，由铜为主料，掺入金、银、锡合铸而成，总重约2吨。钟身巧妙地刻有金刚般若经全文共6372字，钟声洪亮悠扬，语音不绝，体现了精湛的铸造工艺。殿内外的楹联家具也令人赏心悦目，如座上白云多，正丹峰玉石，苍龙卧后，眼中沧海小，看齐坤东去，五虎南来等，生动描绘了古寺的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圆通宝殿还保存着清台湾知府庆保和福州将军庆林2兄弟铜线的巨匾保落尊严，见证着寺院与台湾的历史渊源。在清代，涌泉寺是福建省唯一官府指定的受戒道场。由于当时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管辖，台湾僧人必须到此受戒。寺院的影响力远及东南亚，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作为涌泉寺的谢院，成为汉传佛教在东南亚地区建成的第1座寺院，在佛教文化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今天的涌泉寺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更是一座艺术的殿堂。
从精妙的建筑布局到绚丽的天花彩绘，从庄严的佛像雕刻到优美的楹联碑刻，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不仅是研究古代建筑艺术和佛教文化的重要场所，更是福建省重要的文化地标和旅游胜地。6. 闽粤水镇。闽粤水镇坐落于福州市闽后县竹崎新区，是福州首个一站式旅游目的地，也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这座占地近3000亩的水镇，以海丝、闽粤为文化主题，福文化为旅游线索，生动再现了福州的历史文化风貌。项目规划10街、念馆、百泰、千房4大旅游系统，通过丰富的演艺活动和特色景点，满足游客全方位的旅游需求。水镇的建筑格局借鉴了老福州1楼2塔的城市布局，巧妙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作为标志性建筑的青灰楼，参考闽粤王城设计，传承了中国传统城楼建筑的雄伟气势。金碧辉煌的大殿内定期上演歌舞剧《礼仪之邦》，让游客在观赏表演的同时感受闽粤文化的魅力。福船工坊是展示福州造船技艺的重要场所，这里停泊着一艘精雕细琢的福船，象征着风调雨顺。游客可以近距离了解古老的福船制造工艺，感受福州深厚的航海文化。闽浙总督部院则重现了福州船政局的历史，展示了1866年左宗棠在任时创建的这座中国海军萌芽之始的重要历史。闽商会馆分为闽商文化展厅和传统戏楼2部分，是品茗听戏的绝佳去处。展厅展现了闽商与华侨的发展历程，戏楼为游客提供评戏、闽剧等传统表演，让人沉浸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青红酒坊不仅展示了青红酒的1000年历史，还让游客能在酒窖中亲身体验制酒工艺。海丝万国商行汇集了福船、福塔等特色工艺品，是选购伴手礼的理想之地。成丝伞美术馆展示了精美的油纸伞，在这个多雨的水乡别具特色。而求正摄影馆则为游客提供射击、投壶等传统体验项目，让人仿佛穿越回古时光。水镇的公共交通十分便利，游客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苏阳站，转乘接驳车或公交直达。自驾车从市区出发，通过福州绕城高速或3环快速路，仅需25至30分钟即可到达。从长乐机场出发约1小时车程。闽粤水镇通过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讲述福州的历史文化故事，重现了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优美意境。这里不仅满足了游客吃住行游购娱、文修展养康研的一站式旅游需求，还融入了科技、人文、艺术、娱乐等多元素，以全新视角展现了千年荣成的古韵与新生。作为福建省重点建设项目和福州旅游双龙头项目之一，闽粤水镇正在成为展现福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游客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精美的建筑景观，体验丰富的文化活动，还能深入了解福州的历史文化传统。多个创新的旅游产品和互动体验项目的融入，让这座现代水镇焕发出独特的魅力。在闽粤水镇，每一个景点都精心设计，每一处展馆都别具匠心。从古老的造船技艺到传统的戏曲表演，从千年青红酒文化到现代科技体验，水镇完美地将历史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为游客打造了一个集观光、休闲、娱乐、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旅游目的地。随着旅游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文化内涵的持续丰富，闽粤水镇必将成为展现福州文化底蕴、传承闽粤文明的重要平台，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感受这座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胜地。7. 烟台山。烟台山位于福州市苍山区，海拔41.6米，是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名山。它南望芜湖，北眺三山，以苍山烟下、
高丘低江的秀丽景色著称，是福州老城传统中轴线序列的终点，也是闽江南岸一颗璀璨的明珠。这片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历史风貌区，完整保留了大量100年前的山地街巷、西洋建筑和园林古厝。正如作家叶圣陶1923年的优美描述，一座花园、一条路、一丛花、一所房屋、一个车夫，都有诗意。尤其可爱的是晚阳淡淡的时候，礼拜堂里送出一声钟音，绿荫下走过几个张着花枝伞的女郎。这段文字不仅生动地捕捉到了烟台山独特的人文气息，更展现了这里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烟台山所在的区域原是一座被闽江南港和北港环抱的岛屿，名为南台岛。在宋代，这片区域分属闽县、侯官县、淮安县3个县管辖。明万历年间，淮安县被撤销后，南台岛的行政区划调整为东西分治，东部藤山归闽县下渡区，西部天宁山今烟台山，以西则归侯官县上渡区。这种特殊的行政区划为烟台山增添了独特的历史意义。这座山的名字几经变迁，从最初的天宁山，历经天禅山、岩苍山、烟台山、天安山，最后定名为苍前山，简称苍山，也是今天苍山区的得名由来。这些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交替使用，不仅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这座山的认知，也见证了福州城市发展的历史变迁。作为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烟台山历史风貌区内现存163处近现代优秀历史建筑，其中包括8处事务作区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81处文物登记点和74处非登记点，以及38处历史街巷。这些建筑和街巷不仅承载着真实的历史信息，更是福州城市发展的活化石，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沧桑巨变。目前，烟台山历史风貌区的保护规划面积达 53.22 平方公里，涵盖苍前片区 43.05 平方公里、江心岛 5.94 平方公里和中洲岛 4.23 平方公里。保护工作采用以面带点的模式，将区内的文物及历史建筑分为修缮、维修改善、保留、整修改善、更新5类。针对不同类别的建筑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确保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得到科学合理的保护。在保护的同时，规划还特别注重突出19世纪中西文化交融的建筑特色，通过适当增添文化小品和娱乐项目，丰富烟台山的人文景观内容，使其不仅成为一个静态的历史建筑展示区，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休闲空间。这些措施旨在将烟台山历史风貌区打造成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历史商贸街区，使其成为福州市的新名片，甚至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景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烟台山的保护和发展被纳入福州市城市整体发展战略，与福州传统中轴线保护、福州滨水空间发展进行通盘考虑。保护工作不仅关注物质文化遗产，还重视口述历史、传统工艺、地方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力求全方位保护和展现烟台山的历史文化价值。烟台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部立体的城市发展史。它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座建筑都在诉说着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沧桑变迁，展现着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推进，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名山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继续讲述着福州的动人故事。8. 齐达村。齐达村地处福州市连江县安凯乡，是一座拥有1000年历史的渔村。这里集山、海、岛、渔村等元素于一体，被誉为海上威尼斯，也被评为发现海西之美10佳景区。海域面积超过3万亩，是天然的避风良港，也是理想的海产养殖基地。村庄地理位置独特，一面枕山，3面临海。
海拔400多米的白云山上怪石林立，有海狮探海、阿凡提脸谱等108处景观。站在半山腰的观海亭，既可观山又可望海，登上奇观顶，更可将奇山、巨石、海岛、鱼排、港湾、渔村、风车等景色尽收眼底。远处20座小岛星罗棋布，镶嵌在万顷碧波中。近处养殖区内的鱼排整齐排列，宛如五线谱般优美。30年前，齐达村是一个海上贸易繁忙的小香港，来自广东、浙江的渔船日夜不停地在海岛间交易，形成了一座海上不夜城。20年前，渔民们开始转型，从粗放式捕捞转向专业化养殖，重点发展鲍鱼养殖业。如今，连江鲍鱼产量占全国1/3，而连江每3粒鲍鱼中就有1粒来自安凯。许多渔民通过养殖鲍鱼实现致富，年收入可达30万元。村内保存着明朝时期的抗倭古城堡，城墙总长3000米。村子原有4个大门，现存广义门、汇龙门和恩相门3座。最具特色的古建筑是青石厝，因其青石明亮如镜，曾是渔家女梳妆的场所。千年古刹白云寺是黄岐半岛著名的祈梦圣地，而有海神习俗则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整个村庄具有浓厚的渔家文化特色，在近海的港湾处随处可见海上渔家，鱼箱渔网整齐排列，展现着渔民的日常生活状态。路边经常能看到堆放的网箱，以及在修补织网的渔民，这些场景生动展现了渔村的原生态风貌。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网络传播的助力，齐达村迅速走红。抖音上相关视频播放量达2000万，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仅2023年5一假期，到访游客就达数万人。一些鱼排餐厅生意火爆，旺季日接待量超过100桌，月营业额近100万元，展现了强劲的旅游发展潜力。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村里正在积极改善基础设施，将上山公路从4米拓宽至6米，解决了交通瓶颈。同时规范停车场管理，完善景点配套设施，努力补足旅游服务短板。村里的发展理念是细水长流，希望通过规范化管理，把乡村旅游的饭碗端牢端稳。安凯乡正积极融入海上福州和环马祖澳旅游区建设，计划投资建设集吃、玩、住、购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打造环白云山生态旅游基地。这将进一步提升齐达村的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游客来到齐达村，可以体验丰富的一日游行程，清晨登奇观顶看日出，欣赏壮丽的日出景色；上午漫步村中，游览古厝，感受渔村文化；中午在白云寺休憩，体验祈福文化；下午可以到无人岛海钓，享受垂钓乐趣；晚上在海上餐厅品尝新鲜的海鲜美食；深夜还可以出海体验渔民的夜间捕鱼生活。除了闻名遐迩的鲍鱼，这里还以海带、牡蛎等海产品闻名，是连江500多种海鲜美食的重要产地。游客还可以品尝到当地特色的鱼丸和安海白、番薯烧酒，感受独特的渔家美食文化。交通方面十分便利，从福州市区出发，经绕城高速过杨门枢纽、出浦口枢纽，沿228国道、滨海大通道即可到达。2018年滨海大通道安凯段通车后，更是让齐达村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如今的齐达村已从单一的渔业生产基地成功转型为集观光、休闲、美食为一体的旅游目的地。在保持传统渔业特色的同时，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让更多渔民吃上旅游饭。村里还计划发展民宿、农家乐等新业态，实现产业升级和村民增收的双赢局面，
打造成为乡村旅游的明星村。9罗源湾海洋世界。罗源湾海洋世界位于福州市罗源县罗源湾开发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这座占地300亩、拥有6000余亩水域面积的海洋主题乐园，集爱国主义教育、海洋科普教育、休闲观光、体验互动、竞技演绎等功能于一体，是福州地区重要的滨海休闲游乐度假区。整个海洋世界分为8大主题区域：前海珊瑚礁区、梦幻水母宫区、儿童互动区、海洋科普区、大洋区、热带雨林区、两栖动物区和海洋表演剧场。馆内设有70余个海洋生物展示设施，展示海洋物种300多种，其中海水鱼类及生物248种，共7562尾；淡水鱼类54种，共5525尾；哺乳类动物40余种，近100只；水陆两栖爬行类动物40余种。珊瑚礁园生态区通过城市围墙的概念，展示了红树林珊瑚礁与城市的生态链关系，倡导人与海洋和谐共处的理念。游客可以在此近距离接触后，海苹果、海星、海龟、神仙鱼等海洋生物，感受海洋生态的奥秘。儿童互动区设有书形展缸和儿童探险隧道，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展示柠檬鲨、护士鲨、海豹等生物，让孩子们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体验与鲨共舞的刺激。小朋友们可以通过探险隧道近距离观察这些海洋生物，激发对海洋世界的好奇心。科普展示区则展出各类海洋生物标本，并设有专门的海洋科普放映室，播放海洋知识影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蛟龙号模型的展示，让游客了解中国在海洋科技领域的突破性发展。这个区域对培养青少年的海洋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梦幻水母宫区展示了太平洋海刺水母、澳洲斑点水母、海月水母等多种水母，五彩缤纷的展区让游客能够感受水母优雅的生命轮回。水母们在灯光的映照下，犹如夜空中闪烁的星辰，营造出梦幻般的氛围。大洋区是整个海洋世界最具震撼力的展区之一，以2战沉船为背景，配备大型海底隧道，呈现惊险刺激的人鲨共舞和优雅多姿的美人鱼表演。其中 15.5 米长、4.5 米高的美人鱼展窗是福建省最大的同类设施，在全国同类展窗中也名列前茅。热带雨林区重现了神秘的亚马逊丛林风光，展示了近70种热带淡水观赏鱼，包括池吻鲟、俄罗斯鲟、金龙、巨骨舌鱼等珍稀品种。大型淡水鱼隧道为游客带来独特的视觉体验。两栖动物区则汇集了金刚鹦鹉、绿蜥、树蛙、黄金蟒、长臂猴等20多种动物，丰富了海洋世界的物种多样性。能容纳1500名观众的海洋表演剧场是另一大亮点，定期上演海豚、海狮等海洋动物的精彩表演。这些聪明可爱的海洋精灵们不仅展示高难度的技巧，还与观众互动，带来欢乐的观演体验。除了室内展区，海洋世界还开设了丰富的海上娱乐项目，包括海上搏斗、游艇俱乐部、豪艇餐厅、海上钓鱼台、大型海上音乐喷泉、水幕电影等，让游客享受多样化的海上休闲活动。场馆周边配套设施完善，拥有4000余个停车位的大型停车场和商业广场，可满足游客吃、住、行、玩、购、娱等全方位需求。建议游玩时间4至5小时，以便充分体验各个展区的特色项目。海洋世界作为重要的科普教育基地，先后获得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福建省科普教育基地、福建省水生野生动物救助站等多项荣誉称号。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园区特别推出了面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及其直系亲属的免费入园政策，展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通过参观罗源湾海洋世界，游客不仅能欣赏到丰富多彩的海洋生物，体验精彩的互动项目，
更能加深对海洋生态环境的认识，提高环保意识，是一个集教育与娱乐于一体的理想旅游目的地。10. 平潭岛。海上明珠平潭县位于福建省东部海域，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区。这片包含11个有居民海岛和330多个无居民海岛的海岛县域，总面积371.91平方千米。其中主岛海坛岛作为福建第1大岛、全国第5大岛，是平潭发展的核心区域。从地质构造来看，平潭位于福建省武夷带云龙者带东侧沿海地带，属闽东南沿海变质带。除了第4纪全新统长乐族海基层外，岛上基底主要由中生代侵入岩和火山岩构成，其中燕山期侵入岩分布最为广泛，在海坛岛北部、西北部的白青、平原、苏澳等乡镇可见大量花岗岩分布。平潭的地貌特征丰富多样，岛礁、港湾、丘陵与平原相间排列，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丘陵和海基平原分别占全县陆地总面积的 51.45% 和 42.7%。主岛海坛岛呈现南北高、中部低的地势特点，全县最高峰君山海拔 434.6 米，另有7座200米以上的丘陵。岛上最大的沙基平原卢阳浦面积达 30.23 平方公里，与众多低丘和海基平原共同构成了错落有致的地貌格局。气候方面，平潭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具有显著的海洋性特征。年平均气温 19.0 至 19.9 摄氏度，最热月份7至8月平均气温 27.0 至 28.2 摄氏度，最冷月份2月平均气温 9.7 至 10.8 摄氏度，冬暖夏凉，宜人舒适。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风力较大，年平均风速 6.5 至 8.5 米每秒，沿海地区全年大风天数可达130天。年降水量在900至1200毫米之间，82%的降水集中在3至9月。从历史沿可看，平潭的开发历史可追溯到秦代。秦始皇26年，这里就已归属闽中郡。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从5代至明代属福清，到嘉庆3年设立平潭海防厅，再到民国成立平潭县。1949年9月解放后，确立了现代行政体系。2009年7月设立福州、平潭综合实验区，揭开了新的发展篇章。近年来，平潭经济快速发展。2023年实现生产总值 370.19 亿元，同比增长 3.0%。产业结构中，第3产业占比达 64.4%， 其中旅游业表现尤为亮眼。2023年，平潭接待国内外游客1026.15万人次，同比增长 45.7%， 实现旅游总收入 105.84 亿元，增长 66.7%。入境游客也显著增长，达 1.34 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442.5%。平潭的建筑特色以石头厝闻名于世。由于岛上地质条件特殊，土壤层薄，岩石裸露，当地居民充分利用盛产的花岗岩等石料建造房屋。传统民居主要有竹高厝、四扇厝、官式大厝和现代石厝4种类型，其中四扇厝最具代表性，是平潭传统建筑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些石头厝不仅是当地居民的生活场所，更是平潭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如今的平潭正积极发展影视产业，将其作为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要突破口。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平潭实现了影视产业从无到有的跨越发展。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入和综合实验区建设的推进，这座美丽的海岛正在谱写新的发展篇章。在福建沿海众多县市中，平潭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蓬勃的发展势头，
正逐步成为连接两岸的重要桥梁和展现中国东南沿海发展活力的重要窗口。相信在未来，这颗海上明珠必将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福州，这座兼具古韵与活力的城市，正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拥抱未来。从西湖公园的亭台楼阁到闽粤水镇的人文荟萃，从西禅寺的梵音袅袅到罗源湾的碧海蓝天，每一处风景都是这座城市历史与现代交融的见证。它既保留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不断拥抱时代的变迁，既守护着千年古迹的沧桑，又描绘着现代都市的繁华。这座城市以其独特的魅力，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活力。关注我，我是爱旅游，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